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相信各位前瞻直播也看了吧？我也看了，就是对方把忘记换了，直接错失1个亿呀。不过我想了想，还不到2抽，应该出不了金就不难受了。说回正题，4.3版本卡池上半迎来全新角色纳维亚，这个角色我是非常喜欢的，华丽、优雅、美丽。当然，灵环老婆我也很喜欢啊。下棒雷神以及萧公的复刻，以及4星夏沃雷的下棒卡池陪跑，好家伙，5个女的。这对于我这种一心一意的男人来说，肯定是全都要啊，没问题吧？那该怎么抽呢？本期视频就给出一个全局抽卡建议，有帮助到各位，希望点赞支持一下。至于1个硬币10经验，同视频对转发条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5经验拿，谢谢。先来说上半的神里灵华吧，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之一，放在今天灵华的机制还是非常强的。3段大范围重击，大招高倍率对群输出，可当可群。不过想要发挥出他的灵华强度啊，望叶这个帅气的小伙子肯定是必不可少了。又能增伤还能聚怪，可以在对群环境中让灵华得到爆发，同时也能让怪不会太乱导致空大。虽然灵华强度放在今天依旧还是 T0， 不过对于部分玩家可能不太习惯遁地这个附魔玩法，而且大招操作不好还容易空大的情况还是不在少数了，是吧？对手法还可以以及有望叶情况下，灵华在本次复刻当中我是排第1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望叶了，不管是老玩家还是萌新啊，其实暂时可以不用考虑了，因为你砂糖加灵华玩起来会特别难受。不过萌新过渡还算可以吧，没星海没申鹤都是问题不大的。莫娜猫猫经典阵容也是非常好用，操作好一点芭芭拉也没问题。在武器选择方面，5星肯定是最佳，用雾切的装武了，没有的话可以用绿箭其他5星的下位代替。就算你不抽5星武器，那么下星还有天幕引导刀这把锻造神器。如果像我一样队伍当中有带星海，可以用这把海渊中曲，这把是提供治疗还能加攻击的一把武器，非常好用。在配色方面，基本就是好像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啊，非常好看，甚至比装武还适配，紫外光适配啊。至于命座方面，灵华灵命就是完全体了，可以不抽命座。如果你想要追求它的强度2、4、6，选一个就可以了。性价比最高是2命和4命，6命10秒爆发1次，更多是为了爆发收尾使用的个6命效果。当然也有真爱玩家去抽的哦。灵华的性价比推荐是0+1就行，带雾切，提升相当的大呀。下半卡池雷神大姐姐我也很喜欢，作为一个万金油的辅助还有输入的能力，而且还会奶香的一刀啊，在 2.1 版本初次登场人气直接登顶，特效帅气无比，打击感追击感确实也很强。对萌新来说，雷神可以充能以及后台挂雷辅伤害，相比没有望叶的灵华优先级会高一些吧。但是放在今天优先级也确实没那么高了，就以0+0的情况来说吧，比较乏力。但是打满深渊还是足够的吧。对枫丹版本以及后续情况来说，强度党推荐2+1雷神，才能让你觉得很强很强。2命巫师60%防御力确实给的很简单粗暴，给的很多啊。雷神我这里给出抽取建议就是0命10分给出7分的建议，2命10分给9分，没有满分是2命以及装武要求太高了。我的想法是可抽可不抽。不过如果你是萌新打算4.3抽取1名角色来过渡，又没有望叶的情况下，纳维亚又不太考虑想抽，那么雷神确实是你的不二之选了。萧公姐姐我也很喜欢让我没想到的是，萧公作为一个少女的年纪就已经这么大了，难怪每天自信活力满满，大是真的好。当然如果小小的也挺可爱的，算是游戏中比较离谱的一个角色了，也可能是绷带的问题比较明显吧。让我再次没想到的是，萧公又再次打起了高端局，只能说令人直呼内行啊。相比另外2个角色不同的是，主打就是一个体验，好上手，对手机玩家也是非常友好，击杀这种小怪也非常好用的一个角色了。但是因为这老角色嘛，素质给的相对比较保守了，在深渊12层表现就没有特别出众了，比较一般吧。目前传统配对就是蒸发带夜郎带行秋来挂水使用的。4.3下棒4星角色夏沃雷是一个火系角色，这个角色可以持续治疗，可以加攻以及减雷抗、火抗，而且听说还加的特别多。不过队伍必须得雷火绑定一起了，必须有一个火一个雷，类似妮露那个天赋吧，就很像了。就是官方前瞻展示了萧公的一个配对演示，
萧公托马，然后一个超载队。托马这里应该也能喝一口汤了吧？毕竟在中离的话，队伍就不能触发这个夏沃雷的一个效果了。但是我觉得萧公玩超载多半没有蒸发队强吧。但是如果夏沃雷持续治疗比较持久，那应该可以给萧公带猎人套，到时候正式上线也会带来测评啊。不过有一说一啊，我真的好喜欢夏沃雷这种人设啊，小时候都命好了，我和我的傲娇枪手女友的幸福生活。随便起的哈，别太当真。反正到时候虽然下棒都有了，不抽，但是为了老婆直接冲吧，反正应该很容易抽出来。应该。最后来聊聊纳维亚，因为详细数据也没有给出来，只能说简单说一下吧。也是一个能玩枪的角色，不愧是枫丹科技啊！通过产生结晶反应积累弹药，通过战技发射打出爆炸伤害。触发之后，普攻、重击、下落等等都是由严附魔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主 C 的角色啊，而大招就离谱啊，就是开炮进行轰炸敌人，这一点我就想到隔壁的环中的感觉。纳维亚这个大招不出意外应该是可以脱手的吧？如果是后台也能触发弹药，但副 C 应该是没问题。按照官方的说法，这角色是靠结晶反应俯冲弹药打伤害的，也很简单了。搭配副 C 的阿贝多可以产很多结晶，这一点阿贝多算是一个起飞了吗？但又没完全起飞，毕竟又还没有复刻。阿贝多老师已经有400多天没有复刻了，看来超越优拉之前500多天还是很轻松了吧，笑死。总体来说 4.3 版本对于老玩家来说，3个老角色基本都有了吧，这些玩家到时候等一波纳维亚测评再看情况考虑。而对于雷神、萧公、灵华都没有的玩家来说，有望叶可以优先灵华，没有则是优先雷神，非常简单。至于萧公嘛，给一些不在乎强度的玩家，想要更好的体验的玩家去抽取。毕竟深渊12层奖励也不多，又不是必打的，就算要打，每一个月就打2遍，也不多呀，是吧？如果打算抽取纳维亚，上半武器卡池相对会好一点，到时候抽到那把都不亏，是吧？至于下半卡池，飞雷虽然不是很好用，但是起码它不算很毒，总体卡池还是算是比较良心了。本期视频主要是给一些萌新玩家列出他们各个角色的一个优缺点分析，方便你们进行选择。OK，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各位 4.3 版本打算抽谁呢？可以把它放在弹幕上，证明你曾经来过，可以吗？后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角色测评攻略了，有需要的话可以点播关注这些 UP 主，20万粉也会有扣时福利啊。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见，各位拜拜。